来，喝酒。来。哦。如果你老公出轨了，你会不会原谅他？怎么都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是都知道我未婚夫出轨的事儿啊？不会。没意思。哎呀，没意思。不会的。哎呀，婉瑜啊，都说是真心话大冒险啊，你不讲真心，没意思啊。大家我说是不是啊？是啊。就是，你可真逗，全帝都谁不知道？陆总爱他助理，爱得明目张胆，你又爱他爱得死去活来，在他们面前连个屁都不敢放。你说不会，谁信啊？鬼信！对，我宋婉瑜说的，不会原谅。哎，别走啊！别走啊！开玩笑呢。哟，这不正主来了。宋小姐，真是不好意思啊，刚刚来了个紧急项目，陆总忙着在车里敲方案，所以来晚了一些。宋小姐这么贤惠大度，我想应该不会介意吧？当然不会介意啊。对了，宋小姐，刚才停车急，好像挡到了出口，麻烦您帮我挪下车吧，钥匙就在这儿。车拉车会不会很高？婉玉，微微让你帮他停下车，你就去停一下吧。好啊。夏薇薇，算你走运。我和陆老爷做了2年协议还没到期，陆家承诺的钱还没到账，否则今天就不只是在轮胎上扎个窟窿这么简单。大小姐，他当着所有人面这么对你，你就只是这么简单？ Don't lie to me. I'm gonna teach you I'd lie the whole tim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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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Oh, baby, you know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it. You know that I've been dreaming about it. Got me flying high, right where you want me to. Watch me burn. 小小姐，叫姐姐。够了，弟弟，是我睡你，不是你睡我，不要倒反天罡。 Never sacrifice my love. 陆川，我倾注了整个青春去爱的男人，就因为还爱着，我赌上一切，点头答应了订婚，天真的想让他回头，可就在订婚当天，陆川在我这里，他要了我的第一次。 就是从那天起，慧眼，这个我爸塞给我的保镖，成了我的第一个男人。
陆川有他自强不息的小白莲，我有我8块腹肌的小王子，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傻瓜，只有你。姐姐，你对我一笑，我是开心的不行，是不是有出息？姐姐就喜欢你这没出息的女子。姐姐，怎么了？聚会还没结束呢。薇薇，刚才咱们是不是太过分了？刚才那么多人都在，咱们那么对婉瑜，她会不会有点可怜啊？那不是微微的车？556，不是微微的车牌号。宋婉瑜可怜，她好歹是你光明正大的未婚妻，那我呢？因为爱你，我连光都见不了。陆总，到底谁更可怜？好了，微微，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可怜她，以后不会了啊。我的车！宋婉瑜根本没有把我的车停到停车位，她是不是故意的？她大概太难过了吧，连这点力气都没有了。唉，我刚刚为什么说她可怜啊？就是因为她对我用情用的太深了。哎，薇薇，薇薇！没有力气停车，哪来力气找我轮胎？他的车我嫌脏，我们在这里不是更好？姐姐，松手。先生，宋小姐她是回来了，她已经回房间休息了。哎，薇薇，别哭了，她肯定是因爱生恨才这么做的。我一定让她给你个交代。她大小姐脾气，扎个轮胎对她来说不算什么，可那是我的车呀，我省吃俭用好久才能买的呢，她就这么欺负我吗？哎，好，我让他给你道歉，我让他给你跪下来道歉，好不好？嗯，走。陆川，妈，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也得问问你养的这只狐狸精。我就知道今晚的事肯定会传到陆川妈耳朵里，她可是最重理念。妈，你这是干什么呀？打得好，就是怎么不连陆川一块打？陆家最重脸面，你让你未婚妻去给这个女人停车，现在还敢在家里来了，你让陆氏的脸面往哪里放？伯母，李潇小姐，你要打要骂冲我来，千万别打陆川呐！婉瑜不说我还忘了，你纵容这只狐狸精更该打。妈，别打了，你打在她身上，打在我身上。听听，有婉瑜这么好的未婚妻，你却天天跟这个狐狸精鬼混在一起，你是想气死我是不是？陆夫人，同
同为女人，你怎么能这么侮辱人呢？侮辱？要不是你天天，我这个瞎了眼的儿子会被迷昏了头。薇薇，薇薇，你给我站住！妈，薇薇不是你说的那样的人，我和她真是爱情。爱情？你妈妈骂我的情，他是既想当婊子又向你牌坊，我看你俩是出奇的一致。妈，我可是你儿子，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呀？正因为你是我儿子，我才把陆氏交给你，指望你能搭上霍氏那艘大船。结果你呢，不去结交霍氏，天天跟那个狐狸精鬼混在一起，你对得起我吗你？我不是不想合作，我连霍少总的面都见不到，我有什么办法？算了，我跟你讲不好。不是，你男人把野女人都带回给你们准备了新房，耀武扬威了，这不仅打的是你的脸，更是我们两家的脸面。你气你教训那个狐狸精，你咋还心疼起他来了？你这未来陆家女主人的骨气呢，被狗吃了。伯母，那下次您动手，我为您摇青出杯。得了吧你，你还不得心疼的背过气去啊？没出息的东西！少爷，慧妍，人呢？不是说了不要来这找我吗？万一被姐姐发现了怎么办？少总，我的霍大少爷啊，您放着整个霍氏不管，天天在这儿为爱当保镖，老爷子那边都快掀桌子了。咱能不能先下去啊？告诉老爷子，他要是想早点抱上曾孙，那就再忍忍。我是真不明白，您说以您的条件，什么样的女人不是手到擒来？何必在这儿偷偷摸摸？姐姐她不吃那一套，她不在乎虚的。姐姐她在乎的是实打实的资本，比如8块夫妻。感情您这位霍家太子爷留在这儿，是为了出卖饲料。宋婉瑜，首先声明，我不是小三，在感情的世界里，不被爱的才是小三。哦，那看来婚姻法得为你这真爱至上的理论重新修订。行啊，你尽管去民政局门口喊，看看有多少人给你鼓掌叫好。宋婉瑜，你什么态度？你怎么跟薇薇说话呢？钱没到手，爱他如命的人设还得焊死在脸上。对，夏助理说什么都对。婉瑜果真爱惨了我，只要我开口，她哪敢在薇薇面前造次？陆总，你知道为了爱你，我受了多大的委屈吗？就连给你当助理，我都分文不取，就只为了和你近一点。是啊，收了工资，你这清纯小白花的人设不就崩了？况且反正有人心甘情愿养着，豪车都给你配了，还要什么工资嘛？你说什么？陆总，你知道我是有多骄傲的，要不是刚才你拦着，就凭伯母说的那些话，我早就一头撞死，一阵清白了。好了，薇薇，不难过了啊，都过去了。伯母是长辈，生你养你，我可以不计较。但是有的人，宋婉瑜，你知道我为什么现在还保留着我陆川未婚妻的位置吗？因为你爱我，爱的卑微，爱的毫无底线，我可怜你。但是如果你动了歪心思的话，陆川，请问你上次照镜子是在清朝吗？陆总，
我想跟婉瑜姐说两句。宋婉瑜，你很得意吧？但我告诉你，这陆太太位置早晚会是我的，包括这个大别墅，还有你刚刚坐过那个沙发，都会是我的。宋婉瑜，我好心跟你讲道理，你居然推我！陆总，他推我！司马懿，你是把我说的话当耳旁风是吗？我推他，那真是我的错，我这就扶他。哎呀，夏助理，你推他是不是真不太好啊？我都扶他了，他还摔成这样。要不去医院看看，有病赶紧治，别耽误了啊！喂，宋婉瑜，你找死！放开！听到没有？司马懿，叫人把手放开，马上！侯爷，松手。陆总，这里虽然是陆家，但我是宋家为宋小姐聘请的保镖，只要有我在，任何人都别想动她。一个保镖，你摆什么架子？你不过是宋家养的一条狗罢了，你狂什么狂啊！一个保镖，怎么会有那么强的气场？对了，陆川，伯母临走前落了东西在这儿，可能一会儿会来拿。要不你和夏助理在这坐坐，等等他。不了，妹妹，咱们走。你给我等着你！别听他们胡说，你不是狗，就算是，也是我宋婉瑜的小奶狗。好，是做姐姐的狗。你这小子，怎么这么会哄人啊？哦，你刚去哪儿了？我怕他们进来，我刚从窗户跳下去。窗？对了，姐姐，我不只会吼，更会亲。谢谢，要不然把刚刚没做完的事重来。就在姐姐不怕被人看见？都走了，就我的。心跳这么快，怎么？知道我喜欢你紧张的样子？鬼打！看来是我还不够努力，让姐姐还有心思听心跳。不带你这么勾引人的。我喜欢勾引的只有姐姐。
少了，我也喜欢陪你搞。陆川，我不走，我说了，是宋婉瑜推的我。薇薇，我还不了解宋婉瑜吗？她爱我爱得死去活来的，就算有什么小心思，在我面前也绝对不敢动她。谁知道呢？你没看到他身边那个保镖吗？又年轻又帅，说不定他早就移情别恋，根本就不在乎你。我的傻薇薇啊！那个宋婉瑜，她从高中就开始追着我，给我写情书。除了我陆川，谁能入了她的眼啊？一个破保镖，她就是瞎了眼，也不会看上那种货色。我有钱有势，她有什么呀？那我不管，就是他推的我，我要他给我道歉。我的鞋脏了，我要他给我擦干净。擦鞋？菲菲，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好啊？不太好，那我们就分手吧。哎，行，擦鞋就擦鞋，我这就去把他找出来。别说擦鞋了，只要你不生我气呀，我让他给你跪下擦都行。等我。宋婉瑜，你在做什么？宋婉瑜，你在做什么？宋婉瑜，你刚才在干什么？夜深人静，孤枕难眠，还能做什么？哎呀，你把衣服穿好，像什么样子？该死，袋子刚才被那小狼狗给扯崩了。宋婉瑜，我真是看错你了，你为了勾引我，竟然做出那么下作的媚态，廉耻2个字你会不会写啊？不会，要不你教教我？我扎轮胎，把我妈叫过来，哎，现在还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宋宇，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可以强求，唯独感情不行？你就不能收敛收敛那点痴心妄想？不能。陆川，你说怎么办呢？谁啊？谁在下面？谁在下面？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在吧台下面藏了个男人。男人？宋婉瑜，又换套路了。你这招可比刚才那个低级多了。看吧，我就知道，真藏了个男人。不信我带你去看。哎，林红啊，你让我过去，然后想对我做什么？亲我，抱我，扒我衣服。宋婉瑜，我陆川可不是那么随便就能让你得到的男人，你下作。
你呀，你真是太下作了你！陆总，你不是让宋婉瑜跪着给我擦鞋吗？这人呢？微微，你不知道，我刚才一进屋子，那个宋婉瑜就在那里搔首弄姿的，简直是不知廉耻啊！他怎么敢呢？真不要脸！所以说，我能在那里待着吗？多1秒钟，我都怕他扑上来。那这事怎么办？我……来，妈，你是说霍少总很有可能在那里出现？好，我明天就买机票飞过去。你开什么国际玩笑？不行，绝对不可能！哎呀，行，我知道了，我答应带他过去总行了吧？怎么了？伯母说什么了？我妈说了，天宇国新开的 JS 是霍家的产业，我一直没有门路见到霍少总。我妈说那个 JS 是新开的，还很有可能在那里出现，就让我过去碰碰运气。JS， 全球最顶奢的商场，霍家果然财大气粗，难怪连陆家都要千方百计要巴结。我妈还说了，她说天宇国是旅游胜地，让我顺便带宋婉瑜过去，顺便培养感情。什么？他在这里都敢勾引你，那去了外面还得了？肯定是宋婉瑜搞的鬼，他肯定是想在旅途中找机会。哎呀，行了，微微，你别说了，我当然知道是宋婉瑜了，但是我妈拿陆氏威胁我，你看啊，不如咱们这样。好，就这么办。走。宋婉瑜，你给我听清楚了，带你去天宇只是为了应付我妈，你最好给我管好你自己，不要对我有非分之想，不然的话，我让你连见我背影的机会都没有。陆总说了，让你跟过来就是来掩护我们的。这几天离我们至少2米远，别碍了。走。陆川他妈可真会挑时间啊，就剩10天了，这个时候让我和陆川去天宇国培养感情。什么10天？10天后，为期2年的订婚协议到期，陆家承诺的报酬就到账了，自由在望了。哦，没什么，正好公费不用，姐姐带你出去玩。咋肥了呀？我和微微这手牵手走在前面，宋婉瑜别在后面哭晕过去，跟不上了吧？陆总，你听听，快看那对，颜值也太高了吧，手牵手也太配了吧！是啊，这画面太养眼了，是明星情侣吧？陆总，你看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咱们俩就是天生一对，连路人都羡慕了。那是自然，咱们俩这叫什么？叫金童玉女。终于走过来了！天哪，离近了看更绝，气场好强啊！神仙眷侣，这简直是神仙眷侣呀！陆总，他们是不是眼瞎呀？这里除了我们，还有谁比我们配？眼瞎，绝对是眼瞎。整个机场除了咱们俩，还有谁能牵手？
宋婉瑜，你笑什么？宋婉瑜，你笑什么？我没笑。宋婉瑜，你就是笑，你当我眼瞎呢？痛苦的最高境界，难过的都笑了。陆川，你还不懂？慧言，我知道婉瑜很痛苦，但这件是自己惹的事，是她自找的。我之所以叫你来啊，就是想让你多陪陪她，让她别那么难过，免得以后一时冲动做出什么傻事。毕竟你也知道，婉瑜她有多爱我。陆总，这都逛了一下午了，霍少还联系不上吗？我这腿都酸了。霍家少总可是云端上的人物，哪那么好见啊？要不是实在找不到他，我也不会来这儿碰运气。原来陆川来天宇国是冲着我来的。喂，行，知道了。我让助理查过了，助理说，霍家少总神龙见首不见尾，咱们想在这儿遇到他，基本没戏。啊，那我们不是白跑一趟？也不是啊，薇薇，你看，你想买什么随便买，就当啊，给霍家新开的这个商超冲冲业绩。陆总，霍家少总应该不需要你冲这点业绩。你一个保镖，你懂什么呀？你认识霍家少总？你了解霍家少总？我告诉你，这里面随便一样东西，都是你这个保镖打工10辈子都买不起的。认清楚你自己的身份。霍少总。糟糕，怎么来了一个知道我身份的经理？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位先生，你长得有些像我们霍少总，我刚才差点认错，失礼了，失礼了。我就说嘛，我们尊贵的霍少总怎么可能突然出现在这里呀？哎，想不到你长得像霍少总。姐姐，长相英俊的人总是相似的，所以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怎么，姐姐觉得我像？你这是变着法的夸自己呢。不过，霍少总这种地位的人，我可见不着。姐姐，你怎么会见不着？你不仅见得着，还睡得着。陆总，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啊？刚才那个人跑过来的架势跟见了祖宗似的，真认错人了？不然呢？你觉得堂堂霍家少总会是宋家请的保镖？还整天跟在宋婉瑜的身后当他的狗，根本不可能。也是啊，这太离谱了。不过嘛，晚晚泪清，能有一分像霍少总，也是这小子的福气。仅此。切，再有福气，也不过只是个保镖，跟陆总这样事业有成的真男人，怎么比得上啊？走，瞧瞧，我夏薇薇能挽着的是陆川这样的男人，而你宋婉瑜呢，只配和一个看门狗走在一起。哇，海洋之心，Linda 的作品果然还是这么惊艳。陆总，我要这个。好，买。来，给我包起来。
宋婉瑜，其实这东西吧，也就那样，但是你喜欢呀。你宋婉瑜看上的东西，偏要强，偏要强。姐姐，想要？只是觉得可惜，这么美的艺术品，却落在最庸俗的人手里，简直是暴殄天物。哎，等等！等等，这位尊贵的先生，刚才的误会实在不好意思。为了表达我们 GS 商场诚挚的歉意，商场决定您可以任意挑选一件商场在售的商品。还有这样的好事？我要这个，送给我家大小姐。快给这位尊敬的小姐包起来！哎，等等，这东西是我先看上的。非常抱歉，女士，因为这是商场赠予这位先生的特别心意，所以他有优先选择权。你什么意思啊？别，算了。陆总，这也是霍氏集团，咱们得罪不起。谢谢。有些人啊，是很会抢，但是能抢到的，往往都是别人扔下来的垃圾。真正的宝贝是抢不掉的，你说是吧？下注定。陆总，宋婉瑜骂你是垃圾。我不是这个意思，是他自己对号入座，我可没说。好了，薇薇，婉瑜怎么可能说我是垃圾？不就是一个戒指吗？哎，我再给你买更好的，好不好？陆总，对面有个女装店，你带我去好不好？好，你看上什么了，咱们就买什么，行吗？走吧。宋婉瑜，陆川很久没有给你买新衣服了吧？光有点破手是有什么？人靠衣装，马靠鞍，就算没有那破戒指，我夏薇薇一样能把你比下去。姐姐，别听他胡说，他连你一根头发丝都比不过。这商场的东西随便一样卖了，都够普通人逍遥半辈子。送我，值得吗？值得吗？值得。在我这里，没有什么比姐姐更重要。宋婉瑜，你磨蹭什么呢？还不快点跟上来！待会儿啊，就负责给我们拎包，这是你跟过来的唯一作用。这一件，还有那件，全部包起来，我通通都要。好的，小姐，您稍等。等等，怎么又是你啊？干嘛？道歉了第一次，还想要第二次啊？这位女士，您误会了，是这样的，这家店是我们商场的直营旗舰店，今天恰好有个特别活动，下午5点，第一位走进本店的女性贵宾将获得任意挑选的专属特权。第一名是我哎！是的，女士，按进门顺序是您。陆总，你看运气多。但是要顺延到这位女士。你说什么？
活动细则补充说明：若进店的第一位女性贵宾容貌特征未能符合本店的基本审美标准，则该特权将自动顺延至下一位女性贵宾。恭喜您，这位美丽的女士，这份专属特权现在是您的了。不愧是霍家的商场，有格调，有原则，敢说真话，佩服。你说真没有标准呢？啊，你说清楚呢？再给我说一遍！哎，够了，薇薇，咱们是来巴结霍家的，不是来结仇的。婉瑜，你赶紧选，薇薇喜欢什么，你选完之后，待会儿都送给她。不好意思，这位先生，活动规则明确规定，特权者所挑选物品不得转赠、售卖，只能由本人使用。不是，他刚才穿那个戒指。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活动最终解释权归 GS 商场所有。这破商场绝对有什么大病。行，宋婉瑜，你赶紧选，挑完之后，咱们立刻走人。挑这么多，宋婉瑜，我看你怎么拿。这有些人呢，哪怕是走了狗屎运中大奖，那也是只配拎包的狐狸。不好意思，女士，根据活动配套服务规则，中奖者所挑选物品需由同行者中形象气质最为质朴的那一位负责提供，辛苦您了。说什么？你在闹双人啊！我给我说一遍，你说没用的！现在才哪有这么离谱的规定？让我玩呢？啊，这不可理吗？还不没仇啊！女士，规则就是规则，这是我们霍少总亲自定的规则。霍少总怎么可能定这种离谱的规定？你闹道好耍呢？夏小姐，其实我一直想说，你激动起来的样子，确实有些像某种灵长类动物。你这破毛病！特别是现在。陆总，你就看他们这么欺负我！算了，薇薇，相传这个霍总性情乖张，说不定这种奇葩规矩真的是他定的，咱们得罪不起。可是这也太欺负人了，哪有当猴耍呢？好了好了，张亮啊，经理，能不能通融一下？钱不是问题。先生，规则就是规则，尤其是我们邵总定的规矩，绝无通融的可能。你们邵总定这个规矩，你们这商场想不想开下去了？这个规定嘛，就在几位进店的1小时之内生效。你的意思是说，算我们两个倒霉，刚好撞枪口了呗？也可以这么理解。行，提议。薇薇，我帮你一起提，就当锻炼身体了。陆总，所以我们千里迢迢的来千羽宫，就是来给宋人当苦力的。我有什么办法呀？谁让这是霍总的规矩？忍忍吧。那凭什么就我们提着？那破表面是空着手啊！那经理说了，他长得像霍总，提包有损形象。哎，少说废话了。郑婉玉，你是不是看我跟陆总在帮你提包，故意又买了一堆，想累死我们俩？怎么可能？陆川，我看到你这么累，我真的心好痛，我心都要碎了。但有些人天生就是提包的命，我心疼，又有什么办法呢？哎，薇薇，你少说两句吧。
婉瑜她就是心疼我，你别吃醋了。宋婉瑜，给我等着！接下来的日子，我让你哭都哭不出来。薇薇，薇薇，明天出去玩，你们两个也好好休息。从明天开始，薇薇的包就由你们两个帮她提。所以今晚你和夏助理一起睡。你和夏助理一起睡？哎呀，婉瑜姐，真没办法呢。这陆总晚上啊要跟我深入探讨工作，你知道的，陆总工作很忙的。哦，又要忙工作啊？宋婉瑜，我祝你今晚睡个好觉，别失眠一整晚。饭妥了。805，按您的吩咐，已经藏在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很好，记住，嘴巴紧一点。宋婉瑜，今晚就好好享受我送给你的安眠曲吧。我记得陆川给你订的好像不是这件吧？陆川来时特别交代过，要好好照顾姐姐。那你说怎么照顾？姐姐，床上照顾好不好？你这张小嘴，怎么净说些不正经的话？等等，等什么呀？今天在商场，你不觉得太巧了吗？霍少总简直像专门在针对他们两个。哎，你说，陆川和夏薇薇什么时候得罪过霍家这尊大佛？人见自有天收，大概是老天爷都看不过眼，想替姐姐出口气。是吗？可我觉得是你在跑步。以前啊，都是他们欺负我，可自从你来之后，好像一切都变了。宋婉瑜，你找死！有你在，连老天都偏向我这一边。我要这个，送给我家大小姐。不，姐姐，是因为你自己变得更强大了，心口生了个勇字儿，谁也别想再欺负你。可惜暂时还要和这两个人纠缠，不过10天后，一切都要结束了。宋婉瑜，我祝你今晚睡个好觉，别失眠一整晚。夏薇薇放的，想刺激我，像当年
让我哭一夜。可惜夏薇薇，我不再是当年那个宋婉瑜了。现在的宋婉瑜，心口刻着个“有”字。怎么？姐姐，天宇国是度假的天堂。可惜，和他们在一块儿，真扫兴。那就甩掉他们，我们自己去。他们会答应吗？不答应也得答应。扫黄！有人实名举报805房涉嫌卖淫嫖娼，请配合调查。这10天过得可真快啊！那2个人也该出来了。姐姐，我们去那边看看。哎，对，来点笑容，完美。哇塞，想不到你一个大直男拍照技术可以啊！哇，这个好好看。而且我们运气也太好了，这个可是最火的打卡点，平常都人挤人，今天居然就我俩，包场了。我们去那边看看。姐姐要来百花园拍照，你给我想办法清场。看在你拍照技术这么好的份上，姐姐带你去买衣服。骑到你手间，若不是因为我爱上你，哎，你看这个景，对不对？这个没有那2个倒胃口的人，姐姐的笑容都要灿烂不少。霍爷，我没想到我们能痛痛快快单独玩上10天，简直像做梦一样。和陆川的最后10天，我以为会是一场忍气吞声、度日如年的煎熬。你宋婉瑜看上的东西，偏要抢，别痴迷一整晚。没想到，却成了我2年最自由、最快活的10天。不过我有些奇怪，我们虽然报警把他们2个送进去了，但是他们也不应该关这么久啊。按道理，当天就应该放出来了。姐姐，天宇国的法律严明，尤其是陆川订婚了，还和校委鬼混，那有人举报，就是得拘留啊。
还是你会出好主意。姐姐开心就好。唉，姐姐假期过得很开心。走了，我们回去吧。啊？那不等他们回来了吗？不等了，回去办正事。我和陆川也到彻底结束的时候。走。陆总，这回来的一路上，我想明白了，举报我们的肯定是宋婉瑜，她顾一文失踪，就是为了看我们的笑话。不可能！宋婉瑜那么爱我，她给我扣这种屎盆子，图什么呀？图报复，图出口恶气。不是她，还能有谁嘛？还能有谁？就是你啊！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警察不找你找谁？陆川，你怪我！我夏薇薇，名校毕业，能力出众。如果不是为了爱你，我怎么会去承受这种奇耻大辱嘛？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在里面关10天。行了，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先去看看宋婉瑜回没回来，晚点再去陪你。哎，等等，我也要去。糟了，怎么长辈们都来了？陆总，伯母，你又打我！打你，恨不得扒了你的皮！还有你陆川啊，我们陆家的脸都被你们这对狗男女丢尽了。妈！还敢护着他！老爷子，我可是您孙子，您就看您孙子这么被人打！再打，替我狠狠的打！够了！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干什么？我让你到天宇国是干什么的？我让你去攀霍少总，打霍家的线。你呢？你带着狐狸精去干什么了？啊？在国内丢人现眼还嫌不够，还要丢到国外去？你是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们这是一对天赋异父是吧？妈，在天宇国我遇不到霍少总，我也没有办法呀。所以你就跟这个狐狸精去瞎搞，还被天宇国警察撒谎，还被拘留了9天。妈，你在哪儿听到的小道消息啊？哎呀，不是那样的，你不信？不信你听婉瑜跟你讲。婉瑜，你快跟大家解释一下，你快说话呀！别让我下午来抬。确实没有拘留9天。我就知道，宋婉瑜这么爱我，一定会维护我。大家都听到了吧？婉瑜说，你们因为涉嫌卖淫嫖娼，去天宇国的当天就被抓获了，行政拘留了整整10天。宋婉瑜，你血口喷人，你居然！宋婉瑜，你血口喷人，你居然！够了，证据确凿，婉瑜还会冤枉你吗？婉瑜要家境有家境，要相貌有相貌，干了好事你都干了些什么？身边的明珠你不要，偏偏你沾野路边的烂泥。烂泥？我才不是烂泥呢！是高材生，有学历有能力，我们宋婉瑜差在哪儿了？闭上你的烂嘴巴！还名牌大学，我看是专门教你怎么爬男人床的野鸡大学吧？老太婆，再敢打我，我就报警抓你！哼，报警？你这个狐狸精，在天宇国警察局的案件还在了，我看就该把你这种烂货抓进去关一辈子。陆总，我知道我的出身不如人，可我爱你的心是真的。你妈打我骂我，我都认了，就因为我爱你。可你们这样仗势欺人，就不怕遭报应吗？你们不要逼死我才甘心
贝贝，站住！要去追他？哼！婉瑜她就在这里，你这么做对得起婉瑜吗？我对不起她宋婉瑜，我给了她梦寐以求未婚妻的名分，还答应跟她结婚，这还不够。那宋婉瑜还有什么不满足的？陆太太的名分，陆川，你真以为我稀罕啊？宋婉瑜，你疯了你！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哼，疯了的是你，陆川。事到如今，还做着春秋大梦。你以为这场婚约是你施舍给婉瑜的吗？难道不是吗？陆川，订婚夜你人在哪里？跟谁在一起？需要我帮你回忆回忆吗？就在那天晚上，我向爷爷提出了解除婚约。什么？不过爷爷没同意，恰好我宋家生意又遇到难关，急需一笔周转资金，所以爷爷便提出维持婚约2年，并且要住在陆家给我们提供的婚房内，这样陆家便会注资帮助宋家渡过难关，所以我答应了。原来是这样，姐姐留在陆家忍受这一切，不是为了陆川，是为了那笔钱。我竟然一直没发觉。哎，我真是老糊涂了。我以为你是一时被外人的眼花迷了眼，想着时间久了，婉瑜的好，你终归会看到，你也会回心转意。可是你呢，偏偏一条道跑到黑，陆家人的脸全都被你丢尽了。老蠢货啊！我还真信了宋婉瑜对你死心塌地，我这当妈的脸真是被你踩在地上碾啊！我不相信，婉瑜，你在撒谎对不对？你明明爱我爱的死去活来的，怎么可能是假的？我不相信，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个下贱的保镖，还敢跟我动手？陆川，以前我让着你是看在大小姐的面子上，现在她跟你结束了，你觉得我还对你客气吗？结束了。宋婉瑜，你从高中开始就跟在我屁股后面，我不相信你就舍得真的结束了。你还爱我对不对？你在跟我置气对不对？爱，曾经可能确实有过，但现在没了。这份爱被你自己亲手给烧成了泥。陆川，我们完了。彻彻底底结束。这婚书签字吧。婉瑜，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姐姐，你还好吗？陆爷的钱到账了，我爸还说，或是主动联系宋家要合作，这怎么可能？甩掉渣男，家族危机解除，还攀上霍氏这个大树，姐姐，双喜临门，恭喜你啊！其实，我和陆川很早以前就认识，但刚开始我对他没什么感觉，直到高一那年，我出了场车祸，是他救了。果然，姐姐对他有感情是因为这件事，我没猜错。很老套吧，像短剧桥段，但就是这么真实的发生了。所以我欠他一条命，但他给过的伤害也够还。姐姐，我和那个渣男两清了。
但有件事情我要和你说清楚。一开始我选择你是为了报复陆川，所以你要是想离开，我可以给你一笔钱。我只想留在姐姐身边。姐姐，其实关于我保镖的身份，姐姐，怎么了？没事，当年车祸留下的后遗症，缓一下就好了。哟，霍家少爷有空您家了，不当你的贴身保镖了？他决定退婚了，看来你潜伏的不错啊。所以我这次来找你，就是想问你，我现在能告诉他真相了吗？当年车祸后，我就和你说得很清楚，时机未到，不是不能说，是有风险。不过现在，你先让宋小姐来做个检查吧。姐姐，我的保镖身份或许让你误会，但我愿意做你报复陆川的刀。但姐姐，这把刀既然拔出来了，就得好好收着，收一辈子，少一天都不行。姐姐可不能半途而废哦。我建议你喜欢我到老。霍爷，其实因为陆川，我早就不相信男人了，更别说什么白头到老。哎，西瓜哟！本地西瓜，不钱，不要钱！哎，西瓜哟！让一下，听一下。买瓜吗？不钱，不钱。姐姐，拿着。姐姐，若我霍野负你，跟陆川一样，你就捅我，就朝这儿，我霍野绝不短一下。姐姐，就最后信我一次，我这条命押给你。会让你一到底。陆川的背叛早就让我心如死灰，可这一刻，当霍野的刀尖抵着心口，他那句让我赢，却鬼使神差让我死掉的心再次跳动起来。是，我信你。还我的刀！退婚书签好了吗？宋婉月，你闹够了没有？老爷子临走前发了话，这婚约是两家的大事，就算要退，也得1个月，给外界一个缓冲的时间。而且，他劝我最后再争取一次，所以这1个月你住在这里，我也得搬回来住。搬回来？陆川，你不会以为你滚回来，我就会和你重归于好，甚至感恩戴德？你脖子上顶着的是颗癌变的肿瘤吗？够了，宋婉月，你走了之后，我想了很多，也想清楚了。你搞这么一出，不就是为了逼我回心转意，逼我认错回家吗？陆川，你醒醒吧！你那点自我感觉良好，早就被我扔进垃圾桶。霍野，你是他的保镖，你每天没日没夜的跟着他，你最了解大小姐对我的感情。你来说一说，你们大小姐是不是放不下我？你说句实话。对，我跟在大小姐身边，
所以我最清楚，大小姐已经不爱你。你说什么？有种你再说一遍！陆总宝贝，那我明天就送你台复读机放在你床头循环播放。大小姐不爱你了，她已经不爱你了。好啊，带着你的保镖一起来气我是吧？行，那这个退婚书我就不签。我倒要看看，没有我陆家的认可，外面谁敢承认你的单方面成婚？不签，你除了会拿陆家的名头压人，你还会什么？我宋婉瑜敢做敢当，大不了我单方面对我宣称，不做你陆川的未婚妻。霍爷，收拾东西。站住！让开！我和你之间就一个字，断。断。可以，那我再跟你赌最后1个月，就按老爷子说的，这1个月你住在这里。如果1个月后你还执意想走的话，我亲自当着陆宋2家人的面给你道歉，承认是我陆川配不上你，到时候退婚书我签字，我亲手递给你。虽然订婚不过是一纸虚拟，根本没有法律效力，但豪门圈最看重颜面和规则。要是陆川死活不认，我单方面宣布退婚，我自己无所谓，只怕到头来会连累宋家，让宋家名声受损。好，我赌。不过什么？退婚书，到时我要你跪着，双手递给。宋婉瑜，算你狠！记住你说的话。王姐，看到没有？我就说了，我给他个台阶儿，他指定得下。我就说他离不开我，我这一回来呀，指不定多开心呐，还在那儿给我装清高。回来，陆川，你别做梦了，我留下来就是为了看看你1个月之后你跪下来递退婚书的样子，想想就很解气。宋婉瑜，你还嘴硬是吧？我不在家这段日子，指不定没日没夜的躲在被窝里哭呢。我这一回来，你就别提多开心了吧，还在那给我装。夜夜哭，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反正陆家的钱也到手了，我也懒得再装。这2年你在外边有夏薇薇，而我也没闲着。宋婉瑜，你说什么？我说我宋婉瑜在外边也有男人。宋婉瑜，有种，你给我再说一遍！陆先生，大小姐说的够清楚，而非是病便是。宋婉瑜，你给我说清楚，你在外面有男人？你怎么可能有男人？你他妈骗谁呀？你在外边都有女人，我为什么不能有男人？宋婉瑜这么爱我，现在突然这态度，难道真的外面有人了？野男人到底是谁？我，你说什么？霍爷，别说了，直接给他买复读机。听清楚，我的男人是慧姐。王姐，你听到没有？他说他的男人是霍野。宋婉瑜，你是想笑死我吧？我本以为啊，你对我已经死心了，没想到怎么换个招数？这叫什么？欲擒故纵。
这受委屈、装可怜没有用了，现在怎么编个可笑的故事？你当我是傻子吗？我看你确实傻得不轻。是，那你就找一个保镖。你认为我会信吗？你当我是3岁小孩啊？为什么不信啊？他比你高，比你帅，还有8块腹肌。陆川，你跟我说，哪一点不可信？你说的这些有个屁用！男人最重要的就是身份、地位和权利，不然的话，我为什么那么去巴结霍少总？图什么？我图他帅，图他有腹肌。也许霍少总真有呢。你算什么东西啊？一个身份卑贱的小保镖也敢在这儿插嘴？别以为你长得有几分像霍少，你就敢在这儿点评他？你算什么玩意儿？宋婉瑜，你疯了你！我妈打我，老爷子打我也就算了，现在连你也打我！霍也是我男人，你嘴里要是再不干不净，我还打你！你走。装，宋婉瑜，你他妈接着装！宋小姐怎么像变了个人？竟然敢扇先生耳光了！好，轻点儿。先生，您真要和宋小姐赌那1个月，当众下跪，递退婚书，可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王姐，你是不是糊涂了？你真以为他会跟我退婚啊？宋小姐那架势，她现在啊，就是那点发脾气的架势了。宋婉瑜那么爱我，你等着吧，过不了几天，她自己啊就得找台阶下。陆总，你真的要搬回去和宋婉瑜住，就这么丢下我？薇薇，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做做样子。做样子？你看你妈把我打成什么样？我付出这么多，就换来一句做样子。来看看来，我比你还肿。陆总，我夏薇薇是有多骄傲？要不是为了爱你，我怎么会受这些委屈？不给我个交代就算了，还要搬回去和宋婉瑜住。老爷子强压着我，必须最后再争取一下。陆家现在有多看重宋婉瑜，你又不是不知道，做这面子功夫必须要做。那宋婉瑜凭什么？论相貌和能力，她哪点比得上我？薇薇，有一说一啊，能让陆家全家上下喜欢她这一点，你确实差远了。哎，好了，别闹了。谁让我在天宇国没攀上霍少总，还惹了一身骚。我现在硬不起来啊。那要是能攀上霍少总，是不是一切都不一样了？那还用说？霍少总哪儿那么好攀啊？哎，微微，真的是你啊！同学们都说你现在混得特别好，你看看这穿一身名牌，还行吧，只能说能力摆在那儿。对了，你有听说高中追你那个张强了吗？张强，有点印象。怎么了？听说啊，他现在混得不错，在霍氏集团呢。喂，张强，是我微微，高中同学。听说你现在霍少总那里高就，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好，我等你消息。宋婉瑜，等我帮陆川搭上霍少总，都要看看陆家上下真正喜欢的到底是你是我。怎么样，霍爷？姐姐今天够宠你了吧？谢谢姐姐，给我买这么多。谢我？你该谢的是霍少总，要不是他突然和宋家取得合作，姐姐哪能这么风光？走，回家。
姐姐，你真要回这里住1个月吗？住，当然要住。不过，姐姐以前住这儿是夹着尾巴坐着，现在姐姐带你放飞自我。那姐姐，以后不走你身后，行吗？这样的。王姐，宋婉瑜人呢？这都几点了，怎么还没回来？对了，她早上出门前说什么了？宋小姐早上出门的时候，好像是说去购物，还特意提了句去买西服。买西服？王姐，你看啊，我就说嘛，这宋婉瑜肯定不出1天，她一定得服软。哎呀，这一大早就出去给我买西服，哎，都这么晚了还没回来，肯定是在精挑细选，是想讨好我，是想挽回我。王姐，你说这宋婉瑜，她怎么就这么爱我呀？欲擒故纵，绝对是欲擒故纵。宋婉瑜，你想用这个看门狗刺激我？哼，我陆川岂能被一个底层保镖气到？笑话！婉瑜，哪来笨你？跑了1天，就为了给我买个西服啊？还说你不爱我？你买这个这是暗示我？我告诉你啊，可不行啊！我虽然搬回来住了，我告诉你可别妄想，我陆川可不是那么随便的人。你笑什么呀？陆川，我家霍爷宽肩窄腰，天生的一家子。Excellent。你确定西服是给你这身板买的？还有这个。拿来吧你！这是大小姐给我买的。宋婉瑜，你故意的，你给她买这个就是为了故意气我，让我误会，对不对？误会？大小姐可没这闲心，是你自己蠢。就是人蠢怪谁啊？宋婉瑜，你是要存心气死我你？杜川，我要搬走是你自己死皮赖脸，非要留我在这1个月。食得咸鱼抵得渴，既然你非要留我，就别怪我把你气噎着。陆董放心，真要噎死了，大小姐会念那旧情，棺材钱踏出去。当然，好歹差点成了夫妻，给你挑副最贵的。哇，宋婉瑜，哇，逛了1天了，累了。婉瑜，你说这话是不是在暗示我呀？你是不是想让我陪你啊？何言，大小姐，我在。今晚遵命。我，你们，先生，要不还是别强留宋小姐这1个月了，我真怕您……怕什么怕？能出什么事儿？真怕我被他们气死啊！先生，好像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可能个屁！你看他装模作样那个样子，
和那个看门狗，我呸！就算他们两个睡到一张床上，我空间的距离啊，也是8竿子打不着。Are you sure？ 是。这破门怎么一点声音都听不出来呀？不行，我还得再听听。先生，您这是？那个啊，耳朵不小心被门夹住了。哎，等等，王姐，那个保镖真进去了？先生，您不是看着他跟宋小姐一起进去的吗？王姐，你说他们在里面能干什么呀？先生，咱都是成年人了，这一男一女在卧室里，都能干些什么？宋婉瑜，你真的敢？不行，我这一下要是敲下去了，我就真中他们的计了。宋婉瑜，我就不信你真的会跟一个保镖搞到一起。我就说嘛，果然是演戏演给我看的。这不，偷偷摸摸的，自己爬出来了。宋婉瑜啊，宋婉瑜，你说你，为了爱，连脸都不要，值得吗你？这小子跑得还挺快。凌晨1点，非要这个时候？少总，您吩咐过要绝对保密。我不是想着这个点儿，宋小姐已经睡了。她的检查报告出来了。你非得带我体检做什么呀？姐姐，你在陆川身边熬了2年，万一熬出什么病该怎么办？得检查一下，我才放心。真不用，哎呦！当年因车祸留在宋小姐脑中的淤血已经完全蒸发。那就是说，还有残留？我找顾医生确认了，最后这点淤血到了月底能完全消散。他说，到时候您就可以向宋小姐坦白一切了。月底，正好1个月也到了。笑什么？要不是这次查报告啊，我还真以为您隐姓埋名留在宋小姐身边，就是为了天天展示您的8块腹肌。瞎说什么呢？我没展示，我都是不经意间给她看的。毕竟姐姐就好你。还有一件事，有个被霍氏开除的员工，天天打着您的旗号，骗了不少钱。怎么处理？需要我教你？麻烦的是，他这次骗到的人你也认识，是陆川的情人夏薇薇。这样的话，那就先放着。您的意思是，戏得让他唱死，姐姐才看你开心。明白。王姐，今天早餐怎么这么丰盛？哇哦！先生，这不是我做的。哦，我明白了，王姐，你看，
昨天的欲擒故纵没有刺激到我，今天开始怀柔政策。这女人的心思啊，我陆川还能不明白？想讨好我，行。姐姐，张嘴。可笑，真是可笑。那怎么没把你笑死啊？演，宋婉约，你接着演，当我面喂吃的是吧？想刺激我？做梦！早餐都给我准备好，还演个屁呀！王姐，拿筷子。哎，这早餐啊，为你做的，为姐姐做的。王姐，你看他们俩演的多真啊！宋婉约，为了气你连这种戏你都排演是吧？你真是爱我爱疯了。先生，早餐真是霍保镖一早起来做的，我亲眼看着他端出来的。那就是你们三个联起伙来要气我，你们幼不幼稚？周柏订婚宴，我还有正事要忙，没有时间在这看你们演戏。周柏订婚宴邀请函，姐姐想去？去，宋家和周家还有合作，正好让我那一群老同学看看，我宋婉瑜不是为了陆川就得死。哎，陆川，最近怎么没见你带那个微微啊？转性了？这不是最近这宋婉瑜跟我闹脾气吗？算了，给她留点面子。行。宋婉瑜跟你闹，她不是逼你吗？就是，她对你怎么样？哥儿几个门儿清。女人嘛，不过是欲擒故纵的手段，你们都懂的。行。谁呢？那是宋婉瑜，旁边那个是谁？好强的气场，那不是宋婉瑜的保镖吗？哼，故意气我罢了。手都牵紧了。做戏而已，整份洗手间啊，怕是要洗100次手。婉瑜，都是老同学了，装什么装？谁不知道你爱陆川爱的死去活来？所以我不和蠢人做朋友是有原因的，连我早就不爱陆川都看不出来了，就别在这跟我攀在一起。你爱陆川爱的连脑子没了，把我们女人的脸都丢尽了，有这演什么戏？闭嘴！宋婉瑜，你就算想气我，也该找个像样点的。你找一个破保镖来陪你演戏，大家说你们信不信？他说他跟这个保镖在一起，怕不是要笑死人了啊！我看他是想笑死陆川，想做成他的蚂蚁花呗。啊，未婚妻来了。大家都少说2句。老婆，那个婚纱照电子版怎么样？正好大家伙都在，给大家看看。出了，但是我觉得效果不够好。是吗？哎，合同，我们哪天再去拍一组呗？我上次去天野国出差的时候，看到一对情侣特别有感觉，我还偷拍了好几张呢。你怎么偷拍别人呢？那实在是太甜了，就是我要的感觉嘛。我这不拍下来当参考吗？有多甜啊？放出来看看吧。真的特别有感觉。哎，我投给你们看了。
级甜。我跟你说，他们俩可恩爱了，我看了他们一路呢。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别说了。你们怎么了？是你们！老公，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情侣。行了，你少说两句。关掉！马上给我关掉！关掉！宋婉瑜，是你安排的，对不对？你故意把照片在这里放出来，你故意当着所有人面前羞辱我，你就是让大家以为你已经不爱我了，都是你的算计。陆川，你看清楚了，这是在天宇国，我又不知道他会偷拍，更不知道他会在这儿放出来。事到如今，你不会还觉得是我在欲擒故纵，我是在气你？这确实没上预料，看来是真的。瞧这亲热劲，绿帽子都戴头上了，这个底层的看门狗，我的女人你也敢动？我的女人你也敢动？没事吧？你敢打我？宋宇，看见没？你的保镖打我！姐姐，手好痛。乖，下次让我来啊。宋婉瑜，他打我，你也打我！我提醒过你，霍也是我男人，你敢骂他，那就找打。这是利息。你又打我！我也没瞎吧？宋婉瑜打陆川，宋婉瑜牛啊，总算不是受气包了，真给咱们女人长脸。啊，宋婉瑜，我想起来了，天宇国那是我安排的行程，是我花的钱，我陆川他妈花的钱给你们这对狗男女度假鬼混，你还要不要脸啊你？你知不知道你是未婚夫的人？你把我当什么了？陆川，你要脸？在场的各位，谁不认识夏薇薇？谁没见过陆总和小三秀恩爱？你能公然养小三，我凭什么不能找男人？男人和女人能一样吗？对，不一样。我们女人要是玩起来，肯定比你们男人更花更痛快，对不对？对。你们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不许笑！还有你去天宇国，是带我去吗？是带夏薇薇，是让我给你打掩护。你能做出这么龌龊的事情，凭什么要求我忍气吞声？现在不是大清朝了，女人就该逆来顺受。看着老公左拥右抱那一套，早该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所以说，上次在天宇国，我和薇薇被扫黄，被拘留关进去10天，真的是你干的。你这么做，就是为了和这个臭保镖鬼混。扫黄？陆川，你被抓了！啊哦，这个是你自己说的哦。好啊，宋婉瑜、霍言，你们给我等着，这事儿没完！慢走不送。妈，你干什么？你今天捅什么马蜂窝了？10个人上来就给我一巴掌。因为你欠打。我怎么就欠打了？你在外面被人抓了现行，被关进那种地方整整10天，这种丑事儿家里气你死死捂着，生怕走漏一点风声。对你倒好，生怕别人不知道你陆大少爷的光辉事迹是吧？非要在周柏的订婚宴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亲口嚷嚷出来，这都全到我耳朵里来了。妈，这能全怪我吗？是那宋婉瑜，
是他举报的，还有被抓的。那也是因为你活该。你说你做的那些丑事儿啊，换做是我，一刀捅死你。是那宋婉月，是他举报的，还有被抓的。你说你做的那些丑事儿啊，换做是我，一刀捅死你。哎妈，陆总算找到你了。伯母，你这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又来了。伯母，我知道你看到我很生气，但是请您先听我把话说完。您不是想让陆氏跟霍氏达成合作吗？我有办法促成这件事。我看你呀，不仅是狐狸精，你还是牛皮筋了。霍氏的门朝哪里开，你知道吗？我陆家都啃不动的硬骨头，凭你？伯母，我在霍氏有认识的人，他是霍少总的心腹。薇薇，你说的是真的吗？陆总，你想认识霍少总，不就是想要景苑那块地吗？放心，我同学已经在牵线搭桥，把握很大的。真的？薇薇，我运作了那么久都没有结果，你怎么？陆总，我的能力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我的能力你是清楚的。以前是我太糊涂了，只知道围着你转。现在我终于想明白，身为女人，终究要靠自己的本事立身。是时候让其他人看看我的价值。陆总，你看，你妈她根本就不信我，她连我的话都懒得理。无所谓，再过2天就是景月的竞拍会，到时候如果结果当场宣布就是我们陆氏，他不信也得信。陆总，你看我帮了你这么多，要不你别回这儿了，去我那儿吧。不，薇薇，从今天起啊，你搬来住，就住这儿。宋婉约，你能把野男人带在身边招摇过市，我凭什么不能把人带回家？我看谁先撑不住。你说好不好笑？以前都叫我受气包，现在倒喊我大女主了。姐姐斩断孽缘，走出泥潭，未来自然前程万里。前程万里，听着不错。前程万里，宋婉约跟一个只会靠女人吃饭的保镖厮混，也配前程万里？真是天大的笑话！前程如何，得看身边站的是谁吧。只有跟着真正有实力的男人，才算得上前程万里。宋婉瑜啊，宋婉瑜，放着未来陆家少奶奶的位子不要，居然自甘堕落到跟保镖搅在一起。你这辈子算是彻底烂在底层，永远也别想再抬起头来跟我比了。真正有实力的男人，是指那种带着你被扫黄抓进局子里，免费体验10天拘留所深度游的男人。这种实力绝对万里挑一，非同凡响。宋婉瑜，你嘴硬什么呀？天宇国那些小挫折根本不算什么。告诉我，我已经搭上线了。这霍少总的座上宾啊，马上就是我们陆总了。这霍少总的座上宾啊，马上就是我们陆总了。宋婉约，你睁大眼睛看清楚，你身边只是一个下贱的保镖，而薇薇身边啊，却是未来霍氏集团少东家的合作伙伴。这种差距，你懂吗？所以呢，陆总这是终于承认了，我不是在演戏，而是真看不上你这滩烂泥啊！哦，所以还带了你的帮臣来现场观摩你下跪递头婚书的样子啊！1个月期限还没到，你别痴心妄想。委员，宋婉约，我攀上了霍少总，你听清了吗？霍少总。陆川，你真以为我跟你一样耳背？宋婉约，你知不知道攀上霍少总意味着什么？我能拿下景苑那块地，我的身价将100倍，以后也将前途无量。而你呢，只能守着这个什么都没有的保镖，你甘心吗？陆川，你真以为我在乎这个？我在乎的从来就不是你攀得有多高，我在乎的是这一颗真心。曾经我把我全部的真心毫无保留地捧在你面前，
是你把他摔在了地上，还嫌不够，又狠狠地踩在了泥里。所以现在，哪怕你陆川站在宇宙之巅，在我宋婉瑜的心里，也不值一提。我不稀罕。宋婉瑜，你装什么清高啊？你只会捡一个没人要的保镖，他除了对你好，他有什么？陆总，消消气，他宋婉瑜就是攀不上霍少总，所以才舍什么真心的。他没那个命，所以啊，只能抱个破保镖，自我感动啊！不气了。曾经，我把我全部的真心毫无保留地捧在你面前，是你把他摔在了地上，还嫌不够，又狠狠地踩在了泥里。哎，陆川，你看，我看上这上好久了，无论是做工还是款式，我都觉得特别适合。够了，随便找件最丑的就行。你记住，订婚礼上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别让微微看了不舒服。懂了吗？陆川，你变了。有什么事啊？你胃不好，我给你自己熬了粥。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不喜欢喝粥。陆川。陆总，睡不着啊？是不是睡前没想那事儿，所以现在想了？那我们……你别碰我，我没想那事。你都跟我躺在一张床上了，不想那事儿，想什么？我在想宋婉瑜。什么？陆川，你跟我躺在一张床上，你在想宋婉瑜？陆川，你跟我躺在一张床上，你在想宋婉瑜？不是那个想，那是那种想嘛！他现在说不定跟那个保镖在床上怎么快活呢？想他干嘛？你够了！我跟你扯不清，我出去透气。哎，陆川，宋婉瑜，怎么这么晚了还睡不着？心里不痛快啊？是不是看见我带微微回来，心里那团火烧得你睡不着？怎么，嫉妒了？后悔了？什么味儿？你这大好的事儿就喝开塞露啊，张嘴就是喷。宋婉瑜，你还敢说你不是因为我夜不能寐？因为你啊，你这白日梦做的可真久啊！这天都黑透了，还没醒呢。陆川，你还说你不是因为想宋婉瑜想的睡不着，你都半夜出来找他了。哦，原来是你想我想的夜不能寐啊！原来你是因为我夜不能寐啊！宋婉瑜，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才没有！宋婉瑜，到底给陆总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他大半夜出来找你啊？是不是你故意勾引他？你说呀！我和陆川在一起这么久，他从来没像今晚这样，肯定是被宋婉瑜勾引。为什么现在他对你不一样了？你到底用了什么下毒手段？手段？如果真要说我对他用了什么手段，那可能是我打了他几个巴掌。怎么样？想学？很简单，那你就照他的脸上使劲抽就行，他保证对你一言不一样。宋婉瑜，这手段我可是教给你了，不敢用是你的事儿。宋婉瑜，你为什么要推我？陆总，他又欺负我，又来这套。
以前看在钱的份上，我还得装一下，现在不装了。看清楚了，这才叫推。要玩，那就玩个大。薇薇，宋婉瑜，你疯了吗你？竟敢！宋婉瑜，你他妈有毛病啊！话没说完你就打人。夏薇薇掉下去了，你过来不就是要替她出头？下一步不就是要对我动手？与其等你动手，不如我先动手，这叫正当防卫。听他这么说，好像有点道理啊。陆总，陆总救我！薇薇，薇薇，陆总，在天宇国给他当牛做马蹄包我也就认了，可这是你家呀，是你的地盘，你就这么看着他把我推下来，就这么欺负我吗？薇薇，你别哭了，还不是你自己惹的事。我自己惹的事，你什么意思嘛？薇薇，婉瑜她根本就没推你，我又不是眼瞎。那你原来怎么眼睛是瞎的？陆川，你对宋婉瑜真的不一样了，难道真被他说对了？他打了你几巴掌，真把你打伤心了？简直是不可理喻！陆川原来从来不会这样，他到底怎么了？哎，陆川，你走，有本事你就走，看宋婉瑜能不能拿下景月的项目，他连给傅少宗提鞋都不配。陆总，这都是人家一大早上专门给你做的呢，你看这。听到没有？薇薇给我做的早餐，一大早特意给我做的。霍爷，今天想吃成都那家小笼包了，我陪姐姐，就是太远了，得2个小时呢。1天1夜也得去。你不嫌浪费时间？姐姐的事儿比天大。陆川，听说我们高中那家店要关门了，我们再去一次，好不好啊？你脑子进水了吧？城南来回开车要1个多小时。我现在是陆氏总裁，哪有闲工夫陪你在这浪费时间？对不起，宋婉瑜，原来真正在意你的人，陪你做任何事都不会觉得是浪费时间。好，那我们走。薇薇亲手喂的早餐就是好吃啊。宋婉瑜，有些人没有本事，只能做保镖，才有大把时间陪你瞎逛。我陆川不一样，景月的发布会今天就要开始了，薇薇有内部渠道，霍少总亲口说的，内定了我，今天就会当众发布。霍爷，哪来的这么大酸味啊？哎，我突然想吃点酸的东西了。酸东西开味儿，姐姐想吃，我陪你去买。但就是怕吃太多，吃撑了。没事儿，我帮姐姐揉肚子。姓霍的，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你别太过了，我现在才是他的未婚夫。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我现在才是他的未婚夫。那你见到姐姐真心把她逼到绝境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是她的未婚夫？陆总，别跟他们置气，待会我们拿下景月的项目，风光无限。有的人到时候羡慕都来不及了。你说那位霍少总是不是眼瞎啊？就因为夏薇搭了句话，就把景月项目这块肥肉给了陆川。姐姐也觉得景源那个项目很好。当然，这块地谁不想要？那宋氏呢？黄金口岸，政策倾斜，谁不想要？宋氏当然也想要。其实那块地我也看上了，可惜宋氏连竞拍的门槛都没摸着。上车吧。霍言，姐姐来了。
喂，什么？啊，好，我知道了。小笼包吃不成了，我爸说宋氏拿到金牌资格了，啊，我得回去准备资料。那宋氏有机会了？傻瓜，你真以为霍氏合作一次，宋氏就能一直走大运啊？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一次就够了，这次啊，姐姐就是去看个热闹。姐姐，那可不一定哦。嘴上说着不在乎我爬多高，知道景岳那块地我势在必得之后，还是忍不住跑回来了。怎么想以陆氏总裁夫人的身份风光一把呀？陆总，你可不能让他如意。没有我，陆氏怎么拿得下这块肥肉？这宋婉瑜算什么东西？放心，薇薇，你的功劳我都记在心里呢。陆川，景岳拍卖我代表宋氏而来，你挨了这么多巴掌，脑子还没有清醒啊？你这自作多情的毛病啊，真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宋家也来，谁不知道宋家根本就没有拿到金牌资格，除非你能像我一样攀上霍少总。可惜你有这本事。宋婉瑜，你就别装了，你就是冲我来的。不过，等我拿下景岳，如果你求求我的话，或许看在念旧情的份上，我可以让你沾点光。陆总，我们刚收到消息，霍氏少总已经内定中标者。听您刚才的意思是内定给陆氏集团？是啊，陆总，我们都在猜测到底是哪家会获得霍少总的青睐，没想到答案就在眼前。恭喜陆总，陆总回来去吧。陆总，说了吧，这霍少总已经答应我们了，咱们这把稳了。陆总回来去吧，回来去吧，陆总。人红是非多呀。诸位，没错，霍少总确实已经内定由我们陆氏中标，消息我已经提前确认。霍氏少总神龙见首不见尾，整个京城都没有哪个人见过。这次内定给陆氏集团，是您和霍少总有特别的交情吗？认识霍少总，对别人来说是难如登天，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这位女士是？我是陆总的特别助理夏薇薇。陆氏和霍氏达成合作，是由我一手促成的。陆氏能有如此人脉通天的助理，真是陆氏的福气啊！走吧。哎，姐姐，姐姐，还有这个，一大早赶过来，先垫垫肚。我都忘了，我记得就行。宋婉瑜，我夏薇薇帮陆总拿下价值连城的景岳项目，风光无限，而你只能和破保镖躲在角落里啃面包，人和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你宋大小姐以后也只配过这种日子了。这次成功还是要多感谢薇薇。谈一下您的感受吧。是啊，陆总，我觉得，妈，这里是……行了，先到这儿吧。陆总，陆总，我说你们两个本事不大，丢人现眼和提前开香槟的本事倒是不行。妈，你注意点场合，说话别那么难听嘛。难听啊！你们自己做了出来，还怕人说啊？这竞拍的结果还没公布，倒自己先找记者宣扬开了。要是中标的不是陆氏，让陆家的脸往哪搁？伯母，我向您保证，没有外衣，绝对靠谱。我再警告你一次，狐狸精，万一你是给我儿子画大饼，吹破了天，我让你好看。伯母，事到如今，我也不瞒您了。其实促成这件事的是我的一位追求者。啊？薇薇，你说什么？放心，陆总，是他死缠烂打追求我的，我对他没有半点意思。以我的能力和魅力，
别说是为我做事了，就是为我去死，他也愿意。伯母，您总说是我勾引陆总，但您想想，以我的能力和魅力，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那我对陆总是真心实意、痴情一片的。哼，勾引就是勾引，少给我扯遮羞布。老东西，走着瞧，等锦悦项目的合作方宣布中标的是陆氏，看你那张嘴还敢吐出半个不字。陆川，你说陆氏被内定的，我怎么连陆氏的座位牌都没看到？你说陆氏被内定的，我怎么连陆氏的座位牌都没看到？啊，那肯定是第一排。我那追求者是霍少总的心腹，那安排的肯定是最好的位置。最好是。走。宋婉约，你怎么在这儿？瞎了吗？这里贴着宋婉瑜，我为什么不能做？来这里参加竞拍的都是行业龙头，你宋氏算什么？有什么资格坐在 VIP 区里？陆总，肯定是他抢了本该属于您的位置，不然怎么没有陆氏的座位牌呢？啊，我知道了。宋婉约，你不是挺清高的吗？到最后还是放不下陆氏总裁夫人的风光。怎么？你想要这个位置，你求我啊？说不定我心情好就送给你了，何必自己动手抢呢？陆川，你脑子有病就去治，别在这发疯。陆总，这就是属于您的位置，定是你打着陆氏未来总裁夫人的名号抢来的。宋婉约，你赶紧给我起来，这是陆总的位置。哎，薇薇，一个位置而已，他想坐，就是让他坐，免得让人说我陆氏没有气质。不行，陆总，这位置是因为我才安排的，怎么能便宜他了呢？你们两个要是想发疯就滚远点，别在这里污染空气。宋婉约，你踩着我的光环才有坐在这 VIP 的荣誉，你嚣张什么？你确定姐姐是靠着你的光环才做到这儿？难道不是吗？你算什么东西啊？一个破保镖，怎么哪哪都有你啊？这种场合，如果不是宋婉瑜带着你这辈子连来到这儿的门槛都摸不到，还敢在这儿大放厥词？陆川，这里是公共场合，我不打你，但这一巴掌我记下，去外边连本带利的还给你。陆总，你看他们，明明是靠我的关系才能在这，还敢这么嚣张！你们给我等着，等拍卖会结束，我马上让我同学联系霍少总，我让你们这一辈子都踏不了这种高端场合的大门。唉，有的人坐着 VIP 的位置有什么用呢？待会儿宣布陆氏中标，所有人都会知道，靠的是我这个秘书。陆总，待会儿您可要记住了，所有的功劳都是我的，可不能被别人抢过去。你放心，刚刚我说过了，我是不会忘记你的功劳的。各位来宾，经过严格评审和综合考量，本次锦悦项目开发权的最终中标者是宋氏集团。宋氏？怎么可能？我是不是听错了？姐姐，你没有听错。夏薇薇，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不可能！我知道了，是他，宋婉瑜，一定是他。他肯定是用未来陆氏夫人的身份去参加活动了，一定是这样的。诸位，我是霍氏集团邵总助理顾明。顾特助，是不是因为宋婉瑜用了陆氏夫人的名头才拿到锦悦的？他马上要跟陆氏解除婚约了，你们不要被他给骗了呀！
你的指控恰好与事实相反。我们的追责对象从一开始就是你们。追责我们什么？霍少总从未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人表示过会将景悦项目内定于陆氏集团。我们很好奇，为何陆氏集团要对外散布这种不实谣言？我没有撒谎，同学是霍少总的心腹，他亲口跟我说的。夏小姐说的心腹同学是这位入职仅1天就因严重违规而被当场开除的前员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此人已被警方依法逮捕。同时，霍氏集团法务部将正式对陆氏集团及夏薇薇小姐个人就诽谤提起诉讼，相关法律文件很快就会送达。宋小姐，恭喜宋氏集团拿下景悦项目。不过，宋氏的资质在竞争者中并非最优啊。霍少总选择合作伙伴，从不只看纸面资质。霍氏有能力，也愿意为值得合作的伙伴提供所需一切的支持。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是宋氏？原来宋氏才是最大的赢家。陆氏搞了半天，这造谣生事啊！可不是啊，刚才那陆总还大言不惭，说是靠他宋小姐才能坐那儿。哼，真是天大的笑话。夏薇薇，陆总，你听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是受害者，我被骗了。被骗的？你去被骗了就完了。我让你穿着脸，陆氏集团脸今天都被你丢尽了。丢脸？何止是丢脸？一进来发现没有陆氏的座位牌，我就觉得事情不对。刚刚我派人查了你，夏薇，你真是好大的胆子！说，你还背着我儿子做什么好事儿？夏薇薇，你还干了什么呀？他不说，我来说。还有你的私章，伪造指令，让财务把公司账上大笔的流动资金都转出去了。夏薇薇，你竟然敢动公司里的钱！陆总，我同学说，竞标之前要验资，来确保我们陆氏的实力，才能确保一切顺利呀。我做了这一切，都是为了陆氏，都是为了你啊！验资？你验你妈的资！陆川，你敢打我！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都是为了这个项目。好一个为了我儿子，所以你就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我儿子。陆川，从他上次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我就觉得不对劲。什么正经大学会培养出他这种满口谎言、不知廉耻的狐狸精？我查了，他连大学的校园都没进去过。夏薇薇，你不是跟我说你是全球第一的学府毕业的高材生吗？对，我是骗了，我不骗你，我能怎么办呢？我要是不伪装自己，我要什么没什么，你能看得上我吗？我做这些都是为了让你爱我，我只能骗你。你这个蠢货！你当着婉瑜这种品性高洁、能力出众的好女人不要，偏偏被这个满口谎言、心思歹毒的下贱东西迷得神魂颠倒。你把公司、把陆家的脸面都扔尽了你！婉瑜，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求求你，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婉瑜，我知道是我混蛋，我不是人，我也是被他骗了。但在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的份上，你给我一次机会，婉瑜。晚了，陆川，有些错不值得原谅，有些路走过了就回不了头。婉瑜啊，本来我也想替我儿子求情，算了，我确实没脸开这个口，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是不是因为他，孙婉瑜，
他哪一点比得上我？要钱没钱，要地位没地位的穷保镖，一个只会靠女人吃饭的小白脸。你说说，谁会放着堂堂陆氏集团总裁不要，去选择一个保镖？宋婉约，你还不明白吗？这只是图你的钱啊！不是吧？宋家大小姐真跟保镖在一起了？保镖能有什么真心啊？图什么？不就图钱喽？婉约，你听到了吧？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姐姐，你信他们说的？我不信。姐姐，就最后信我一次，我这条命押给你，会让你赢到底。霍爷，你说过，我不会输。姐姐，我就知道你不会输，我也不会输。你还记得你刚刚问为什么是宋氏吗？宋小姐，因为这是霍少总为您做出的决定。为我？为什么？我和霍少总明明就没有联系。他人在哪？我想当面问清楚。宋小姐，霍少总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从未离开您身边。你是霍少总？姐姐，对不起，我骗了你。等等我，姐姐，你还没听我和你解释。只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从保镖变成霍少总，我实在消化不了。哎，姐，等等我，霍少总，姐姐，宋婉瑜，凭什么你生来就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我好不容易以为你找了个下贱的保镖，终于能因你一次，结果连他也是假的，居然是霍少总！老天爷，你瞎了吗？凭什么所有的好都是宋婉瑜的？我夏薇薇不服！宋婉瑜，既然陆川不要我了，那你也别想好过，下地狱吧！别走开！医生说你左腿骨折，多处软组织损伤，需要静养至少3个月。夏薇薇因为涉嫌故意杀人未遂，已经被正式逮捕了。我救了你，婉瑜，我不顾性命的救了你。看在救命之恩的份上，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们从头开始好不好？不可能。谢谢你救了我，但这和原谅你是两码事，更和重归于好毫无关系。婉瑜，我们青梅竹马20年，从高中时候开始，你就像小尾巴一样跟着我，时间久了，我觉得这一切习以为常，索然无味。当夏薇薇的出现，她告诉我，她是贫穷出身，她靠自己的努力逆天改命，是她骗了我，我也是一时糊涂才被她蒙蔽了双眼。陆川，你给过的伤害我刻骨铭心，今日你出手相助，我也铭记在心，真心的谢谢你。但你知道吗？其实在很多年前，有一个人不顾生死的救过我。你知道高一那年我为什么突然缠着你吗？因为高一那年我出了场车祸，昏迷前最后看到的画面是有一个人不顾一切的冲向了我。醒来之后，我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你，所以我认定了是你。你认为是我救了你？那是我喜欢你的起点，因为我把你当成了我的英雄。那天我只是听到了你出事，所以赶到了医院。现在我知道了，
救我的人是霍野。出来了，不懂规矩，从这儿过，这保护费。喂，放开点，男孩。新来的，别怕，他们就是欺软怕硬。以后要是他们再欺负你，就报我名字，宋婉瑜，我是学生代表，他们怕我。走了。喂，宋婉瑜，以后姐招你。小心！他告诉我，他那个时候对我一见钟情，所以出车祸的时候，他便不顾一切的冲了过去。所以因为当年他救了你，你现在就喜欢他，就因为这个？学生时代因为英雄救美而产生的朦胧感情，是很肤浅。我当年误以为是你救了我，所以才喜欢你。但现在我喜欢霍野，不是因为那场车祸，而是因为他这个人和他的真心。真心？我也有真心啊！不然夏薇薇的车转过来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要命的冲了上去？我们两个同样救了你，为什么你只要他？陆川，你真以为他只是救了我这么简单吗？他推开我后，自己被卷进了车里，在国外做了整整6年的康复训练，才重新站了起来。你又知道为什么？他找到我之后却绝口不提真相，甚至要隐瞒霍少总的身份，只是在我身边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保镖吗？他知道我们订婚了，他就做不要脸的小三，知道自己没有机会，所以才用这种下作的手段来博取你的同情。陆川，你真的以为是这样吗？我脑子里因为那场车祸留下来的淤血不能被强烈刺激，否则在它绝对消融之前，随时可能会损伤大脑，甚至致命。林芳，这一点你也是知道的，可你还是放任夏薇薇一次又一次的刺激我，羞辱我。那是因为医生说那点淤血对你的影响微乎其微了，我以为没事了，我真的以为没事了。影响微乎其微，以为没事。陆川，这就是你和他的区别。哪怕只有1/1000的可能性，哪怕影响可以小到忽略不计，霍野他还是不敢赌，他不敢冒一丝一毫刺激我的风险，所以他才选择沉默。直到确定我绝对安全之后，他才把真相一切都告诉了我。这就是你和他的天壤之别。现在你明白了吗？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够了，说的没有旧爱点的。退婚书他提前签了，姐姐我现在彻底自由。姐姐，我刚刚很害怕。害什么？救了你，我怕会犹豫。不会，永远不会。有一个人这样爱我，等我，护我，用尽所有的隐忍和小心，甚至不愿意冒一丝一毫的风险。我怎么会犹豫？怎么会忍心让你输？姐姐，慧远，你说过不会让我输，所以我也不会让你输，我们都不会输。你不想姐姐，现在
你终于是我老婆了。卖西瓜喽，本地西瓜。突然好想吃西瓜。等我。喂，这次买西瓜，记得别买刀了啊！楠楠，亲妈的，不能退！你都这个年纪了，退了婚，让别人怎么看我们？你以后还怎么嫁人呀？妈，他都和别的女人搞在一起了，我还要怎么忍？忍忍，再忍忍啊！两家的脸面要紧呀。如果一段关系带给你的只有痛苦、屈辱和不被尊重，那它就不值得维系，更不该成为禁锢你的牢笼。可是退婚了，我还能遇到真心待我的人吗？还能有将来吗？会，一定会。你一定会遇到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他会穿越人山人海，踏过千山万水，带着全部的真心，坚定地走向你，握紧你。那你等到那个人了吗？我等到了。